我图便宜租了一套老小区，可每天晚上都会出现一个女人站在我床边盯着我睡觉，而我每次除了眼睛能睁开外，浑身动弹不得。同事说这叫鬼压床。那年我大学刚毕业出来找工作，为了减轻压力，就找了一个便宜的一室一厅。房子位于一个破旧的老小区，房东是一个中年大叔，全程阴着脸不爱讲话。房子里面没有任何家具，虽然看着旧，但也能将就着住。等看到卧室的时候，我注意到墙壁上有一张观音像的贴纸，房东郑重地警告我，观音像千万不可以接下来。我当时只觉得他迷信外，并没有多想。随后交了半年的房租，房东给我搬来一张折叠的简易床。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房子并不安生。就在我住进去的当晚夜里，卧室的门突然哐当一声被推开了，我当时就被吓醒。我还在发懵地盯着门口看，门又砰的一声被关上了。可窗户关得好好的，显然不是风刮的。我意识到可能有人闯进来，我拿着一根棒球棍下了床。可厨房和客厅我都找遍了，也没看到人，而且大门的锁也是好好的。我就纳闷地回了卧室，可墙上那张观音像的一个角掉了，我也没在意，就又躺回床上继续睡。可没多久，我就隐约觉得有人进来，能看出是一个白色衣服的女人。我想起身，却全身动弹不得，而她就直立立地站在那里盯着我。到了天亮，我就觉得自己头都要爆炸了。同事看我萎靡不振的，就问我怎么了。我把经过说了一遍，同事就说这是鬼压床，租的房子不干净。可我现在退房，房东也不给退钱，我也只好安慰自己都是噩梦。等我下班的时候，就觉得房子多少有些阴森。我又在卧室门加了一道锁，又拿胶带把观音像粘好。可夜里还会有什么东西撞击着门，我每次都是转过身继续睡。在那半年期间，我每天都是顶着黑眼圈，而且精神不好，经常小病小灾的请假。而且那张观音像变得开始很破旧，后面我住了4个月就搬走了。后来听别人说，观音像后面那道墙壁里面扒出一具身穿白色衣服女人的尸体，最后我才知道房东叫李中平。男人半夜赶山路，遇到一个蹲在路中央哭泣的女人，本想上前搭话送她回家，可自家的驴却挡住他的路。等他冷静过来，再望向那哭泣的女人，女人的背影变得开始虚无模糊。事情发生在90年代，李中平是个倒腾山货的，每次都要去林子里采摘山货，可由于自己赶的驴车不给力，每次都要等到大半夜才能回到家。老王就提醒李中平山里有乱坟岗，半夜回家要小心。可他嘿嘿一笑，自称自己是李大胆，行得端坐得正，岂能害怕这些牛鬼蛇神。第二天，李中平又起个大早去山里采木耳，可走着脚下一个趔趄被绊倒了。李中平坐起身就好奇，并没发现地上有突出的东西。这时听到不远处传来几声女人的哭声，可仔细再听又听不到任何动静。李中平只好作罢，收拾一下山货就往家赶。眼看天不早，李中平先是给驴喂了草，接着把收来的山货装到驴车上，驾着驴车就往县里赶。正好傍晚赶上买家把山货收了，可挣到钱的李中平却高兴不起来，总觉得心慌，浑身发热，不停地出汗。就在回家的路上，天已经完全黑了，两口子一路上就互相搭着话。可聊着聊着，林子起了雾，李中平就觉得很困，强忍着困意打了几个哈欠后，就坐在车上睡着了。李中平突然听到一阵若有若无的哭声，让他冷不丁打了一个哆嗦，醒了过来，这才发现媳妇也睡着了，赶紧伸手把媳妇摇晃醒。媳妇刚想张口埋怨老李打扰他睡觉，还没等老李提醒，他也觉得不对劲，不仅林子里有哭声，旁边还有阵阵的雾气，而且驴也耷拉着头原地踏步走。李中平这才发现驴车前面蹲着一个背对着他的女人，哭声也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老李好心的大声喊问他是不是迷路要送他回家的话，那女人全然不理会老李的话，一直蹲在路中央哭泣。老李开始觉得是驴车距离太远，女人没听到自己说话，手里握着皮鞭就把驴往前赶。可挥了几鞭子，一直听话的驴却纹丝不动，还转过头用驴眼瞪老李。李中平一看这哪行，扬着鞭子狠狠地抽在驴背上，可驴依然不走。老李气急败坏地下了车，想自己走过去劝女人，可刚走2步，驴横杠着挡在他前面不让他过，老李脾气就上来了，大骂明天就把他宰了喝驴肉汤。这时老李媳妇打断李中平说，驴眼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一定是发现不干净的东西才拦着李中平这个倔驴的。李中平听了媳妇的话也冷静下来，又抬眼望向路中央的女人，女人的背影慢慢变得有些模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老李用身子顶着驴头往后转，还没等老李坐稳，驴甩着马蹄就狂奔，就连装山货的竹筐吊老李都不敢去捡。几个小时的狂奔，顺着大路又回到了县里，就在旅馆住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中午阳光大盛，两口子才又驾着驴车往家赶。回去的路上，老李的双眼就不停观察着周围的动向。这时媳妇发现老李把车停了下来，而且脸色不对劲，就问他咋了。老李张大着嘴，激动的说不出话，然后就用手指着前面。两口子下了车就走到自家的竹筐旁边，而前面就是一处悬崖，少说的有几百米。看着悬崖边满地的驴蹄印，两人就明白昨天驴车已经走到了悬崖边，而自己昨天晚上看到的却是路。夫妻俩此时被吓得上气不接下气，要不是昨天老驴挡在他前面，自己已经被摔下悬崖。而老李回到家，又看到家里墙角蹲着那个背对着自己哭泣的女人，老李明白这女人是缠上了自己，
赶紧花钱请了一位高人做了一场法事，这才清除缠着他的东西。而高人告诉李中平，牲畜腿关节有黑色圆形的东西，被称为第三只眼。正因为那天看到是悬崖，才止步不往前走。从那天开始，老李再也不走夜路。为了报答驴的救命之恩，不仅以驴兄相称，更是从媳妇屋里搬到驴棚，和驴兄同吃同睡。男人为了生意一帆风顺，牺牲亲弟弟的生命来转运。李中平有个弟弟叫李东，比他小几岁，从小家里凡事都以弟弟为主，父母对弟弟也是格外的溺爱。但弟弟从小不学好，初中毕业就在社会上游荡，整天跟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对于这个不省心的弟弟，李中平每天下班都会出来寻找。在他眼里，弟弟已经无可救药。而对于李东来说，家就是牢笼。李中平从小对他都谈不上亲情，只觉得弟弟就是负担，甚至希望弟弟早点死才能让他解脱负担。没想到那次果然是见弟弟的最后一面。没几天，李东和朋友在外面和别人打架，被人用酒瓶砸在后面。等李中平赶到医院，人已经不行了。临死之前拉着李中平的手说想回家，可最后带到家里的只有李东的骨灰。母亲整天茶不思饭不想，可就在李东死了第7天，他母亲听到门外有人喊骂，他打开门，李东就站在门外。可李东说想进家却进不去，在门外哭了一会儿就走了。随后就是母亲的大声呼救。李中平听到动静就看到母亲又做梦了，只是这次他坚信李东回来了。可门外空无一人。从那天开始，他母亲天天都能梦到李东站在门口说想回家，老人就每晚坐在沙发上等李东回来。李中平就通过朋友找到会看事的小飞，拿出2万本，想让小飞对他母亲胡诌几句，让母亲不要把梦当真。但小飞盯着李中平，突然问最近是不是找人转过运，这让李中平一脸震惊。他为了生意一帆风顺，并且想摆脱弟弟，就暗中求人以牺牲弟弟来求转运。这个事情他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小飞淡淡一笑，解释他印堂照着红光，但红光下有晦暗之色。就在去李中平家的路上，小飞对他说了一句做兄弟有今生没来世的，转运是柄双刃剑，终归是害人害己。李中平并没搭话，只是脸色很是难看。车开到一个高档小区，能看得出李中平生意很好。李中平母亲就求小飞让李东能回家，小飞并没有按照李中平的要求搪塞他母亲，解释李东想回家只是死后的一个执念。屋内有一道屏障挡着李东回不了家。随后打量起屋内摆设，小飞全然不顾李中平一直给他使眼色，径直走到一个摆着花盆的玄关桌，看到柜子底下有一柄匕首，是一件镇宅用的，也就是匕首挡着李东回不了家。看到母亲手里拿着匕首，李中平慌忙解释最近生意不好，匕首是请来旺财用的。但小飞直言不讳地拆穿他，这只是来挡煞气的，如果把匕首用红布包起来，李东就了了回家的心愿。但李中平似乎很是忌惮弟弟回到家里，听到弟弟能回来，李中平显得异常愤怒，过激的言行更是激怒了母亲。小飞赶紧出面解释，李东回来只是想了却执念，之后并不会再出现。到了晚上，小飞就交代李中平的母亲只能装作看不到，如果相见就会让他留恋家里不想走，到那时就真的变成孤魂野鬼了。说着将一种液体涂在他的额头，然后在隔壁房间躲了起来。李中平的母亲躺在床上就开始假装睡觉，直到半夜他听到敲门声，背靠着用余光看到李东走了进来。李东就跪在母亲的床前说着自己的不孝，母亲只能背靠着装作看不见，流着泪，一直到天要亮李东才离开。他母亲再也忍不住追了出去，等他追出去，李东已经消失在走廊的尽头。李中平和小飞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小飞临走之际对李中平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些事最好能向家人坦白，不然会成为一辈子的负担。你有听过卫校有多乱吗？我曾目睹过宿舍厕所有一个死去的新生婴儿，这是我在卫校学护士的那几年，当时学校住宿条件比较差。那天晚上同学小慧睡觉后就一直做噩梦，觉得有东西压着她的脚，但是眼睛无论如何都睁不开，只能眯成一条缝，就看到有个婴儿爬到她的身上。小慧觉得当时喘气都十分困难，一直撑到天亮，同学喊她起床，小慧才能睁开眼。起初只觉得是做噩梦，起床之后就觉得脖子痛，说是有东西压着她的脖子，小慧的身体都被压弯了。我就陪她去学校医务室，医生就认为小慧只是晚上睡落枕了，给她按摩后贴了一副药膏，可一上午也没有好转。小慧哭泣着说自己昨天梦到有一个婴儿爬到自己身上，也能感觉到有东西坐在脖子上。宿舍的人就开始议论，同学就说有天晚上去厕所，也看到厕所爬出来一个婴儿，还冲着他笑。其他同学都说有听过传闻，说前几年有一天夜里，走廊厕所发出一声惨叫，很多同学听到动静都起来查看，在一个坑位瘫坐着一个女生，女生睡衣下面全是血，坑里有一个刚死的婴儿，而那个女生被学校送到医院后就退学了。从那以后，很多同学都说这层宿舍楼有婴儿，宿舍同学的议论纷纷，让小慧身体都忍不住的发抖。这时有一个同学提议李校长似乎懂这方面，要不然就去找他看看。我搀扶着小慧去找到李校长，把事情说了一遍。李校长突然朝着小慧肩头大吼赶紧滚，小慧瞬间感觉到自己的肩头一轻，但李校长的脸色很是难看，也没有给我们解释什么，就让我们回去注意休息。后面听高年级的同学议论李校长还是老师的时候，跟那个退学的女生关系很微妙。
你知道地铁为什么在夜间12点之前必须关闭？为什么地铁末班车之后还要在空车之后再跑一趟吗？这叫运魂车，不是拉人的，就是把不干净的东西送回该去的地方。事情发生在80年代，一个漂亮的女孩在京都的地铁1号线站台等车，女孩的样貌吸引了周围人的目光。就在地铁从隧道快到站台的时候，她被人往前推着向前走倾斜。女孩本以为有人在恶作剧，可转过头来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周围的乘客都被她奇怪的举动吸引，而且女孩还在不停地挣扎抵抗着，可就是有一股不明的力量把她推向疾驰的地铁。旁边的男人察觉到不对劲，刚想上前去拉她，女孩还是被一把推了下去。地铁司机此时再想踩刹车已经来不及了，瞬间地铁车身被染成一片血迹，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吓傻了。不知谁喊了一句有鬼，所有人像是炸了锅都散开了。而这个酷似林正英的局长得知1号线又发生意外事故，就通知专门处理这种意外的勤队。等勤队赶到出事的站台，工作人员阐述监控录像，看着女孩的像是被某种力量硬推下去的，而且这已经是本月第5次意外事故了。勤队环顾1周后，被角落的流浪汉吸引了注意。勤队一屁股坐在流浪汉的旁边，开口询问有没有看到出事的经过。那人先是埋怨勤队打扰他睡觉，然后向勤队要了一支烟。流浪汉猛吸了2口，才说自己看得真的，但说出来勤队不一定会相信。原来流浪汉这段时间一直住在这个角落，当时他就看到女孩身后有一个虚影在推着她向前。等女孩被列车撞死后，那个虚影还站在那里阴森森的狞笑。勤队安排同事收尸后，就带着徒弟等到了午夜，就给徒弟解释帝都1号线建于60年代，建设初期一直用于军事用途，而开建中有着许多的细节从未对外公开。当时行驶列车的夜班司机曾目睹着一群人抬着轿子从他面前横插走过，那是几个身穿清朝的人抬着一顶红色轿子。等自己揉揉眼睛再看，那些人影已经变成半透明状，最后慢慢的消失了。那段时间很多夜班同事都说在隧道里看到过这几个人，从那以后就取消了夜班列车。说完，勤队看了看时间，刚好午夜12点，整个地铁站空荡荡的。勤队带着徒弟来到站台，这时地铁的最后一班末班车开了过来。平时拥挤的列车此时空无一人，最后一班车也叫运魂车，不是拉人的，是把那些不干净的东西送回该去的地方。勤队带着徒弟跳下站台往隧道里走，走了几百米后停了下来。10年前勤队的师傅曾在这里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印刻了一些镇煞压魂的符咒。勤队熟练地拆下一块电路板，徒弟忙去帮忙扶着。勤队转身到电路板后面，而那些符咒是画在电路板的背面。接着又从兜里掏出来一支毛笔，补齐那些已经变得模糊的符咒，然后拿出2张纸符重新贴了上去。2人又把电路板装了回去。勤队告知徒弟，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最多只能镇压2年，只能每一段时间来补齐符咒，才能镇压这些东西。在辽宁省丹东市有一座广济塔，但当地人又称它镇魂塔。塔下震慑着1500人的亡魂，而这座镇魂塔谁拆谁死。原先塔的位置叫聚仙茶园，是30-40年代丹东市最大的戏院子。由于是春节前夕，戏院就请来了知名的名角来唱戏。原本只能容纳1000人的戏院，硬是挤进去1500人。因为冬天晚上太冷，戏院后台烧炉子的大爷也是个戏迷，就往火炉里面添满满的一炉子柴火后，也跑前面去看戏了。可没多久，火炉的火苗越烧越旺，就引燃旁边的违帐。戏院本就是木质搭建的，等大家发现失火的时候，火势已经控制不了了。由于戏院后门被锁死，所有人都开始挤前门口，因为前门是往里开的，门里还有挡风的后门帘。门口的人想打开门，可挤在后面的人不明所以的就越发着急，使劲往门口挤。被踩踏的人也不计其数，大火被烧了1晚上才被扑灭。1500人最后仅逃出来几十个人，当时所有人全部就地掩埋。可从那之后就开始不停的闹鬼。在此之前，一位大爷带着儿子来看戏，可走到戏院门口，6岁的儿子扒着门框死活不进去。由于当时小孩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听戏是老少皆宜的事，无论大爷怎么哄，儿子都不愿往里进。儿子颤颤巍巍地用手指着看戏的人说，戏院的人全身黑乎乎的，而且说所有人都是残肢断臂，看着儿子都要被吓哭。大爷也只好作罢，带着儿子回家了。可爷俩还没走到家，就听说戏院燃起大火，死伤无数。从那以后，附近居民每晚都能听到阴森的惨叫声，打开窗户听得更加清晰。所有人都被折磨得忐忑不安。最后，所有人联名上书，才找来庙里的和尚开坛诵经。这场法事做了9981天，最后建了一座石碑，写着满洲舞台罹难者莫临，以此震慑亡灵。从此近100年从未移动过。可随着时代改革，附近小区都要被拆除，拆迁队也一直顺利的进行。可拆到这座塔却出了意外，工人刚爬到塔尖，还没抡动锤子，突然暴毙身亡，而且拆迁队不停的出事，开发商只好换了一批拆迁队。可只要拆塔就会有人死亡，最后开发商请了一位高人，高人只留了一句这座塔谁动谁死的话就赶紧走了。最后再也没人敢动这座塔。尽管这座塔随着时间变化显得格格不入，但它始终屹立在那里。由于白天工作比较忙，我都会选择在附近的环岛路夜跑，晚上显得也格外安静。我刚转过弯就看到路边站着一个男人，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没素质，站在路边方便。可随后男人的反应让我吓了一跳，
他踮起脚尖，以一种奇怪的姿势立了起来，上半身往后仰，手指关节咔咔作响扭曲着。我开始放慢脚步，想看个明白，可他突然身体向前倾，就在要迈下悬崖的时候，我意识到不对劲，冲上去抓着他的手腕往后拖。在我用力拖拽下，他表现出惊恐的神情。随后他讲了一件颠覆我认知的一件事，他和我一样也是喜欢夜跑，可就在跑到这个路段，听到崖下有人喊救命，开始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可停下脚步又听到呼救声，忍不住的伸头往下看，就是一个陡坡，接着就是一阵眩晕，之后的事情再也不清楚了。直到我把拖回到路边，如果不是我，他已经跳了下去。我们没在那停留，就直接离开了。从那天开始便结伴跑步，而我没多久又遇到另一件奇怪的事。那天下班就看到姑姑在我家，看到和我妈正在拉家常，我看自己插不上话，就打声招呼便回屋。可姑姑接下的一句话让我停下了脚步。姑姑说老家的一个邻居孩子跟奶奶在街上闲聊，小孩就在一边玩，两个老太太就开始东拉西扯的。等要回家的时候，自己孙子已经不见了踪影，老太太就开始到处找。有人就说看到孩子出了村子往后山去了，老太太一听就开始担心起来，后山全是乱葬岗，一个6岁的孩子怎么会去这种地方？家人邻居都跟着去后山找人，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老太太就觉得不对劲，孩子出生时母亲难产去世，也埋在后山。想到这，老太太就带着人去找，结果孩子就趴在墓碑前一动不动。老太太赶紧走上前去叫孙子，孩子已经昏迷，嘴里全是泥巴和草。几人手忙脚乱地把孩子弄回了家，好在没有大碍，很快醒了过来。孩子就说自己正在路边玩，是自己妈妈就把他领了过去，还给他很多好吃的。奶奶一听就是一阵后怕，因为孩子从来不知道他妈的坟在哪里，也从没有带他去过。